在南美之游的倒数第二天，我们驱车4个多小时从里约热内卢来到了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到圣保罗的第一餐一定要光顾这家巴西烤肉店。这家巴西烤肉店呢，在圣保罗是非常知名的，虽然不是排名第一的餐厅，但是也是非常靠前了。因为是狂欢节周末的关系，所以很多店不开门，我们选择这家店，来感受一下。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墙上有非常多的名人的拍照，那么说明有很多的人都光顾过这家著名的烤肉店。烤肉店呢，里面呢有分前餐和正餐，前餐部分呢是自助式的，在这里可以选择到各种各样的美食，从这个各种这个生鱼片啊，寿司啊，各种酱鱼啊，小咸鱼啊。各种西式的那个奶酪啊，各种拌的凉菜，以及各式各样的蔬菜，还有香肠一应俱全。最让我这个吃惊的是，这里面还包含了有这个黑鱼子酱，也是任吃的那种。不过就是吃起来味道有点咸哈，也没有说吃太多。那么这些丰富的前餐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胃菜。之后再吃那些油腻的那些各种烤肉呢，可能就是更有胃口。今天呢是狂欢节的一个长周末，虽然说这个大家都放假，但是餐厅里的人并不是很多。我们就算没有定位呢，也能够顺利拿到座位来就餐。我想还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加上这里面的消费也并不是特别的便宜，每一个人呢是巴西货币199内亚尔，那相对来说呢是这个约等于$40的价格，相对这个当地人的这个收入来说呢，确实也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但这里面的这个服务非常的好，食物的出品也非常棒啊。所有的服务员呢，他们都拿着这个签子，然后来到每一个客人身边，根据你的需要呢，切下你所需要的这个肉的部位，和你可以自己选择要多少，要哪个部位都是可以的。每一种肉都有不同的口感，那相对来说牛肉的选择比较多一些。我个人更喜欢的是烤羊腿。那么还有就是它那个烤羊腿，它烤的就是肉脆脆的，非常可口。那么吃完这个各种肉以后呢，有点腻了，所以它的餐后甜点呢就是一颗菠萝，非常的开胃。吃完以后觉得好像消化了50%。吃完饭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圣保罗知名的东方街。这里面说是东方街，其实主要是以日本的各种商铺为主。那么很少看到华人的这个商铺。这里面呢感觉有些破落，然后墙上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涂鸦，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太安全。其实来南美旅游最大的问题就是治安问题尤其是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你遇到一个劫匪拿着武器的话，你有的时候反应慢一点，不能尽快把这个钱包什么丢给他的话，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巴西的本地人呢，都基本上有至少1到几次的这个被抢劫的经历，所以说手机也应该不要随便拿出来哈。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提醒大家，来南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要把这个兴致勃勃的一个旅程变成了一个非常扫兴的或者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结果。从这个东方街离开之后呢，我们下面要去到的呢就是圣保罗最知名的圣保罗大教堂。这座教堂呢也是这个最著名的治安黑点。我们原本是说到这儿来看一下，如果那个贼人那个太多的话，我们就不进去了。还好今天呢有2部警车4个警察在这个广场上执勤，所以我们就是有信心下车进入了广场拍照，同时也进入到教堂。在进入教堂这个主入口处的附近呢，有很多不知道是流浪汉还是那些就是那些贼人呢，反正就坐在那个台阶上，然后眼盯盯地看着你，感觉到挺恐怖的。但是好在就是不远处就是有一个警察叉着腰站在那儿，所以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威慑。教堂非常的富丽堂皇，进入到这里面你会看到这种
天主教的那个大教堂非常的宏伟建筑哈，然后呢加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窗花，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因为是周日呢，所以正在进行礼拜，我们就静悄悄的到这里面来参观一下，也不会逗留太久。毕竟只有1天都不到的时间在圣保罗，我们还要有一些地方要去。这个边门外面呢，其实你要伸头出去看了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也有一些那些类似于流浪汉呐，或者是那些人在外面游荡，他们好像在等机会抢东西或者是扒窃，所以有点小恐怖哈。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大概是逗留了不到10分钟，然后就离开了。下一站我们要去到呢，就是圣保罗的独立广场，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皇宫博物馆。因为我们来到的时间呢已经是大概下午4点45分了，所以呢这个博物馆呢拒绝让我们进入，有点小遗憾啊。但是呢，因为确实是我们本身在计划这个南美行程的时候，也没有把圣保罗当作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景点城市，就是因为有朋友在这边的关系，所以就过来顺道游一下。矗立在广场一侧的圣保罗独立纪念碑，非常的宏伟壮观，而且它这个上面的这个浮雕呢，做的栩栩如生，非常漂亮，很有美感。在这里面给大家在描述着这个当初巴西人是怎么样能够摆脱葡萄牙人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这个过程。来到了这个南美之行的最后一天今天一早呢，我们要乘飞机从圣保罗去里约热内卢，然后呢停留2个小时不到，从里约再乘飞机经过圣保罗到蒙特利尔，然后再转机回温哥华。为什么不直接飞蒙特利尔呢？是因为如果直接从圣保罗飞回去的话呢，机票比这个里约热内卢来回呢会贵个差不多600加币吧。对，是900加币，扣除我们这个单程从圣保罗飞回里约热内卢的这个180块，大概能节省700块加币。所以我们还是先从圣保罗呢一大早飞去里约，同时呢我们乘坐的飞机呢也是加航的那个同一个班机，所以就说我们呢就因为没有托运行李的原因呢，所以这样的安排才可行哈。如果有行李的话呢，到了里约可能这个时间不太够，因为你要先入关拿行李，再重新去办理登机手续，再出关，可能来不及。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托运行李的原因呢，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电子登机牌办好以后呢，直接进入安检。到了里约的话呢，我们可以不出安全区，直接在里面呢就进行转机就可以了。刚才那个楼下的那个 Visa Infinite 说不行，但是说Latin America 这个是可以的。再看一下。虽然说加航也提供那个VIP Lounge 的这个服务，但是我们想试一下这个 Visa Airport Companion 这 program， 他们这个是跟拉丁美洲航空的那个 VIP 合用的，
感觉它的东西挺多的，但是就是它的 shower room 就洗澡的地方需要等很长时间，会比较麻烦一点。等一下我们再去那边试一下，看能不能排到洗澡。这边吃的东西确实很丰富，像酒店的自助餐的感觉。chips 是各种喝的，咖啡还有酒都有。这边的热菜跟那边也一样。面墙的都是红酒。啊，然后你看它这个食品挺丰富的，有烤鸡，有那个小米，有这个各种蔬菜。我拿了个苹果，一瓶水，还有各种酒，因为不喝酒嘛，就不吃了。这个拉丁美洲这个航空的 lounge 还有那个一个专门的酒吧，可以在这儿调鸡尾酒什么的。这个还是之前的那个 lounge 是没有的。Air Canada 那个 lounge 是没有的。喝鸡尾酒。现在又再次登机，从那个圣保罗前往蒙特利尔的航班。我呢从巴西买了几只兰花，那这些品种是在加拿大见不到的。那么能不能顺利的通过加拿大海关呢？因为我们必须要申报这些植物，我做了一些处理它。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兰花，它的根已经拿过了，它的那个植料都已经去掉了，所有的根呢我也把它清洗干净，拿酒精消毒了。根呢也都剪得差不多，只剩下1分左右，所以有的还不够。因为兰花这个植物呢，是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自己没有根的话，它也不够活，它会重新再长新的根。所以说，看看这次通关的情况，我随时给大家做汇报。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又来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机场。现在室外的温度是-10摄氏度，我们从这个-30度左右的环境来到了-10摄氏度。今天的重要的事情就是试一下我们这个能否闯关成功，因为我们带了这个需要申报的植物。这次肯定是要进入到他那个海关的检查办公室里面去看看这个植物是什么东西。果然那个，因为他在那个入境申报卡上做了标记，所以呢就要被叫到这个抽查，就是检查的地方，所以和其他人走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被叫到了做 inspection 的这个房间里面来了。早上没什么人，看看他花多长时间给我做检查吧。因为我的下一个航班是7点20分起飞。挑战失败，所有的兰花都要丢进垃圾桶。这就是我2023年南美南极之行的最后一集视频。感兴趣的朋友，请继续关注、点赞、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未来的所有视频更新。谢谢大家，再见。